如果你在模型训练中发现 loss 曲线一路向下，可生成的画面质量却越来越糊，那恭喜你，可能踩到了大模型的伪收敛陷阱。这种问题常常让工程师摸不着头脑，感觉模型学了个寂寞，输出的都是一堆模糊的噪声。这种现象背后往往是优化器或训练策略出了岔子，模型只学会了敷衍了事，而不是真正理解数据中的模式。最近 Reactor 团队在复现 Dreamer 4模型时就遭遇了类似问题， MSE loss 下降平稳，但生成质量持续退化。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，最终的解法是放弃了原版论文里不稳定的 LabProp， 改用 Muon 优化器。结果是经过400小时 B200 算力测试，这个调整不仅稳定了训练，还显著提升了生成质量，解决了伪收敛的困扰。这次要聊的 OpenDreamer 就是 Reactor 团队基于 JAX、Flex 复现的 Dreamer 4世界模型。它不只是一个模型复现，更重要的是，它通过一系列工程优化，解决了复杂环境下长程轨迹预测和实时交互的痛点，让世界模型更接近实际应用。说白了， OpenDreamer 真正实现了世界模型从学术实验到工程实践的跨越。简单来说，世界模型就像一个内部模拟器，先学习环境动力学，然后在自己内部进行模拟规划，预测未来状态和行为，这样就能脱离真实的物理环境，高效训练各种智能体，就像在脑子里预演无数次。尤其是在机器人控制、离线强化学习这些场景里，它能大幅减少真实世界的试错成本。OpenDreamer 站在了 Dreamer 系列的肩膀上，这个系列从早期基于 RSM 的架构开始，逐步演进。从 Dreamer V3 追求通用性，能够处理多种任务，再到 Dreamer 4引入了大规模 Transformer 架构。每一次迭代都让模型的预测能力更强，能处理更复杂的环境和更长的序列。OpenDreamer 的核心机制在于它用了块因果 Transformer， 这是个巧妙的设计。这个架构把空间注意力和因果时间注意力交替使用，能高效处理视频序列的时空信息。这意味着模型不仅能理解画面内部的关系，还能准确预测帧与帧之间的时间演变，让模型更准确地预测未来帧。它用了 Transformer 架构的 Masked Autoencoder MAE 分词器，这和传统 VAE 不同。MAE 分词器不需要像 VAE 那样进行 KL 散度正则化，训练过程更稳定。它能把每帧视频数据压缩成512个潜在 token， 压缩率高达100倍，这可省下了海量的存储和计算资源。那么，为什么模型 loss 下降了，生成质量却会变差呢？伪收敛是世界模型训练中常见的问题，虽然 loss 表面上在降，但模型可能只是学会了模糊预测，导致生成质量退化。Muon 优化器通过它独特的矩阵正交化设计，能稳定训练过程，避免模型陷入这种局部最优，从而真正学到更精确的模式，提升生成质量。OpenDreamer 的模型参数量达到了 1.6B， 是个不小的模型。它在 B200 上能实现57% 的模型算力利用率 MFU， 这个指标在健康 Transformer 训练中算非常不错了。高 MFU 意味着模型对硬件资源利用率很高，训练效率也更高。在 Minecraft 钻石挑战这个经典任务上， OpenDreamer 的数据效率比原版 VPT 高了整整100倍。这意味着用更少的数据就能达到甚至超越传统方法的性能，大大缩短了训练周期。这背后是其精巧的架构和训练策略的胜利，让模型能在复杂环境中快速学习。拿市面上成熟的 Dreamer V3、Gato 这些来看， OpenDreamer 的独到优势在哪儿？它基于 Transformer 的 MAE 架构，既实现了100倍的数据压缩，又不需要 KL 或对抗损失，训练更稳定。尤其在处理长序列和复杂交互任务时，其高性能计算潜力在 JAX、Flex、NNMAX 平台下被充分释放。这次 OpenDreamer 选择 JAX、Flex、NNMAX 确实在高性能上占了便宜，但这个生态相对较新，开发者可能需要投入额外的适配和调试成本，毕竟 PyTorch 社区的工具链更成熟。不过从长远来看， JAX 的函数式编程和自动微分特性在未来大规模模型训练上潜力巨大。
如果你想上手 OpenDreamer， 首先你的视频数据集需要预处理成长宽比 368x640， 并完全预分词。它特别适合那些需要复杂动力学预测的机器人或模拟仿真任务，尤其是在离线强化学习领域。比如你想让智能体在虚拟环境中学习复杂操作，它能帮你省去大量的物理实验成本。未来世界模型会从单一的游戏模拟走向更通用的多模态场景，比如支持机器人实时控制。随着推理优化的不断深入，延迟会进一步降低，让它在更多实际应用中发挥价值。如果你是机器人或模拟领域的开发者，可以尝试关注它的后续更新，看看有没有机会用在自己的项目里。